这部韩剧是恋爱中人必看的神作，它完美展现了恋爱中的每个瞬间。不少网友给出了高达 8.7 的评分。女主角既普通又朴实，是个上班族。她和许多女孩一样，渴望一段稳定而长远的恋情。和男友甜蜜交往1年后，她决定这就是那个人，向她提出结婚。而男主正忙于创业之初，他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虽然他也很喜欢女主，但他还没想到结婚。现实的残酷让他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女主理智且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但夜深人静时，思念如野草般疯长。她望着他的照片，忍不住想他也许在等他的挽留，但分手后立刻挽留会不会显得太懦弱？女主强迫自己睡觉，不去想分手的事，交往时的甜蜜时光却在脑海中回放。她心烦意乱，整夜难眠，索性道歉算了。她本不该提结婚，那不是她的真意。为了挽回男友，她放下了自尊，忐忑不安却希望落空。这一刻，女主突然意识到他们真的已经分手了。她强忍着心头的酸楚，删除了男友的联系方式。尽管心情如乌云密布，仿佛海啸即将来袭，但她不想在同事面前露出任何情绪。她尽力保持积极和乐观，埋头工作，疯狂健身。6天后，她终于感觉心情晴朗，彻底摆脱了分手的阴影。洗头时突然响起的陌生电话，又一次把她拉回深渊。她以为是男友打来求复合，急忙冲去接电话，连手都没擦就抓起电话，原来是那位老友换了新号码。心里顿时感到一阵失落，这让柔美意识到她仍深爱着巨雄，忍不住去刷他的社交媒体，没想到发现他换了情侣头像。虽是小变化，却在柔美心里掀起波涛。她那晚又失眠了，柔美忍不住想探知巨雄的近况。她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到了他的照片，终于看到了巨雄，那个曾经可以随意拥抱的男人，现在只能隔着屏幕思念。分手的事实摆在眼前，柔美只能接受这一切。她把自己的简介改成了哭脸。巨雄看到后也忍不住眼圈一红。深夜里浓烈的思念难以抑制，恋人们似乎总是注定要分开。之后柔美病了一场，夜夜失眠，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无论是疯狂购物还是看喜剧都无济于事。她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似乎只有嘴里苦一点，心里的苦才感觉不那么强烈。她喝醉后彻底放纵自己，又打开了巨雄的社交账号。看到巨雄笑得那么幸福，柔美忍不住痛哭一场。她决定丢掉前任留下的所有东西，重新开始新生活。但每当看到前任的遗留物品，那些美好瞬间和心动记忆总是不断涌现，不舍和怀念让柔美更加痛苦。她抱着那些衣服痛哭失声。就在那一刻，她那位暗恋的公司同事给她打了电话，他说要给她看一个新的策划案。女主刚和男友结束了关系，紧接着就收到了一个公司同事的告白。柔美开始犹豫不决，考虑和这位男士开始一段新恋情，可能会帮她走出失恋的阴影。但她内心明白，自己对这位同事其实并无爱意，虽按照自己的感觉拒绝了这场告白。尴尬的是，他们仍需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常常能遇到柔美。她尽力表现得若无其事，每次见到她都自然而然地打招呼，但她的态度却异常冷淡。柔美猜想她可能因为被拒绝而受伤。第二天一早，柔美偶然看到他和前女友在一起，他们的举止非常亲密，还一起坐上了同一辆出租车。柔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昨天的冷漠并不是因为告白失败，而是因为他和前女友复合了，这让他感到非常内疚。柔美的内心波涛汹涌，一方面为他们的复合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觉自己被耍了。他对他的态度立刻大变。那晚柔美和同事们一起出去聚餐，没想到他也来了，他顿时感到非常不自在，只好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食物上。但同事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他，还问他是否有喜欢的人。同事们都为他鸣不平，他这么帅这么体贴，认为拒绝他的人真是不识好歹。这让柔美感到既尴尬又愤怒。他认为芭比很狡猾，明明是故意这么说的，让他成为拒绝的坏人。他根本不想和芭比多待一秒。这时公交车刚好到站，可偏偏芭比也要坐这班车。柔美尴尬的几乎不敢动，芭比却主动喊她。柔美感觉自己快被尴尬的气氛憋死了。如果芭比没表白，他们或许能更自在些。芭比试图缓和尴尬气氛，柔美只是一直望着窗外，显然不想说话。芭比突然按了下车铃，但他家还有实战地呢。芭比的这一绅士举动，柔美心里不由得一暖，但她又感到生气。为什么她会感到不舒服？明明应该是芭比更尴尬，毕竟刚和前任复合，还向他表白了。芭比立刻回了个电话，她并没有和前任复合，早上的事只是个误会，是前任喝多了找上她，她只是送她回家。柔美还在生气，她责怪芭比总是装作一副好人。芭比的直率让柔美的心情突然激动。柔美觉得被拒绝后还能勇敢表达的芭比真的很难能可贵。她
他开始不自觉地注意芭比，关注她的小习惯，比如衬衫结几颗扣用的是什么香水。在芭比表白之后，柔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但这种奇怪的感情怎么开口说出来呢？在拒绝了同事的告白之后，柔美才慢慢意识到他其实喜欢的是他，这份感情还没来得及表达出来，就听朋友说芭比要去相亲了。相亲的对象是个超级美女，不仅身材火辣，而且非常通情达理，完全是芭比的菜。柔美心里感到一阵酸楚，如果当初没说只做朋友，芭比是不是就不会去相亲了呢？懊悔和后悔让她难受极了，上班时也心神不宁，要不就直接让芭比取消相亲，告诉她自己也喜欢她，但这会不会太突然了？毕竟刚刚拒绝了她的告白。久美突然回想起芭比和前任分手毫不留恋地扔掉情侣戒指的情景，芭比一旦决定了就不回头，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已经没机会了？柔美失落地躺在沙发上，脑海中不停幻想芭比相亲的场景，她可能正在和相亲对象甜言蜜语，甚至可能会绅士地送那女孩回家，直到深夜芭比才回家。她看到门口还有柔美借给她的雨伞，想着要还给她。柔美看到芭比发来的短信，心里像放了一串烟花，没想到自己只是打了个盹，居然就睡到了半夜。从历史的教训中明白犹豫就会失败，她立刻回了消息说改天也可以还伞。美觉得既懊恼又难过，感觉就像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她还在奋力挥手，如同遗憾和失落交织，心里五味杂陈，难以平静。她简直不敢相信芭比居然还没睡。聊天框里显示正在输入，这瞬间点亮了柔美灰暗的心。她约柔美明早10点在咖啡厅门口见。这是在柔美拒绝了芭比之后，她第一次主动约她出来，虽然只是为了还伞，柔美还是精心装扮了一番。她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抓不住，他俩可能真的只能做朋友。看到芭比的那一瞬间，柔美的心脏砰砰直跳。她鼓起勇气邀芭比喝杯咖啡，顺便探听一下昨晚相亲的情况，却发现芭比在回复短信。看来芭比的相亲挺顺利的，柔美心里感到一阵空虚，一想到这或许是他们的终章，她的心情顿时冷到了冰点。这时同事打来电话，说芭比昨晚并没有去相亲，今天一大早就在发短信道歉，说她刚被喜欢的人拒绝了，心情还没调整好，觉得去相亲不合适。柔美当场愣住了，脑海里全是绅士又温柔的芭比。这一刻她的情感战胜了理智，她决定立刻告白。柔美毫不犹豫地向芭比跑去，眼前的一切似曾相识，她曾经也是这样为爱疯狂。在向小奶狗告白后，才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对方的感情，她情绪低落地往家走。既然已至此地步，与其落荒而逃，不如勇敢一战。这简直就是浪漫告白的教科书。男孩怎么回答的？这话简直可以写进恋爱指南书了。柔美刚表白完，感觉就像气球突然被放了气，她还没有等到男生的回答，就想舔了舔。他们俩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为了防止同事发现他们的恋情，柔美和芭比只好找机会偷偷亲近。芭比会文件夹里偷偷塞巧克力给柔美，柔美则用约定的暗号来告诉芭比约会的时间。这是他们开始交往后的第一次约会之夜。他们选择了一家超级好吃的路边摊，但点餐时柔美有点犹豫，她很想点那家的菜。看着芭比那么湿又干净，感觉她应该不喜欢吃内脏，毕竟他们刚开始谈恋爱。柔美想给她留下个好印象，差点就说自己不爱吃内脏。找到又觉得在人面前掩饰自己的真实喜好，并不是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芭比展示她真实的一面，立刻消除了柔美刚恋爱时的拘谨。她笑开了花，大声表达自己的喜好。柔美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在恋爱中做真实的自己是多么的轻松和快乐。她非常感激芭比体贴和包容。两人吃完饭后去买了咖啡，柔美因为吃到了美味的猪耳朵，激动得有些飘然，下楼梯时差点摔倒。她在慌乱中抓到了芭比的肩膀，有点低落的胸肌。柔美心里忍不住惊叹，这手感明显锻炼过，看来芭比经常去健身。她开心极了，直接扑进芭比的怀里，两人顿时脸红心跳加速，一对视就羞涩地移开了目光，气氛有点尴尬，但满是回味无穷的心动和甜蜜。柔美觉得和芭比在一起真幸福，芭比不仅治愈了她的失智痛，还让我的心态更健康，每天都在开心和期待中度过。恋爱中的芭比总是直接，看到她冷就马上给她外套，找到好玩的地方就带她去，生态是表白还是相处，都让柔美感到被深爱着。柔美因此更加自信，她不想这次约会这么快就结束。正好芭比建议去步行5分钟的艺术村逛逛，柔美刚坐上车，芭比就拿出2颗薄荷糖。柔美吃了饭才反应过来，这不会是芭比的接吻暗示吧？柔美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她决定在5分钟内把糖吃完。想着这个，她加快了咀嚼速度。芭比被柔美的可爱折服，没想到柔美喜欢咬碎的糖果，
芭比单纯的回答。柔美一瞬间愣住了，难道她只是想吃糖，而没有任何暗示？柔美非常懊恼，我很想太多了。直到芭比让她下车，她还没有缓过劲来。半夜时分，柔美突然决定去男友家借住，两人一起登录了电梯。这时柔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面膜还没有取下，她完全慌了，现在摘掉会露出素颜，不摘的话又像个傻瓜。没办法，只能去找芭比借件睡衣。恰好看到芭比正在性感的解带，柔美顿时脸红心跳，急忙拿过睡衣准备换上。怎么只有一件上衣呢？柔美以为这是芭比的小心思，虽然有点害羞，她还是穿上了。柔美自觉太多情，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柔美刚换好，芭比就走了过来，她问她要不要洗澡，话里带着点暧昧。柔美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一下子慌了。但下一秒，芭比却开始介绍洗护用品。柔美哭笑不得，那一刻想歪了。等芭比洗完澡，她已经睡着了。芭比不想吵醒她，就拿来毯子和枕头，决定陪她睡沙发。这一天虽然平淡，但对柔美来说却是格外幸福。她知道自己被深爱着。早上醒来，看到芭比安静的睡颜，柔美的心一下子就被击中。心爱的人就在身边，她多么希望这美好能永远持续。柔美没想到，和芭比的恋爱会让她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那次图书馆的约会，重新点燃了她对写作的热情。她小时候曾写过好几本小说，芭比也鼓励她再试试，她的能力绝对能够赢得奖项。可能是芭比的鼓励作用，也可能是柔美内心的强烈愿望。她坚定地决定辞职专心写作。那年她33岁，别人都觉得她没救了，但她因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兴奋，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后来柔美开始靠存款生活，她甚至把明年的预算都计划好了，决定每一分钱都要花得其所。但问题是，房租突然涨了，圣诞节也快来了。柔美决定卖掉家里不用的电锅，用那钱给芭比买礼物。她看中的领带要12万韩元，但买家只出11万，交易没谈成。柔美只好超支预算买领带。她计划去芭比家过圣诞节，没想到一到就见到芭比在门口等她，她还把自己的围巾戴在她脖子上。以前柔美最讨厌这种肉麻的举动，觉得太过分了，也不喜欢男生身上的香水味。但现在她开始喜欢芭比的一切。他们一起买了蛋糕，准备一起过节。这时那个电锅的买家又联系她，想晚上见面交易。柔美本想拒绝，但想到能赚点钱就同意了。她告诉芭比自己有急事，半小时后会去她家。柔美迅速取了电锅，去了约定地点。没想到买家竟是她的前男友巨熊。分手后意外再遇前任，柔美心里难免有些酸楚。没想到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孩，现在竟然要买二手的东西。明明他们才分手不到1年，巨熊现在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那一头长卷发不见了，看起来瘦了好多。分手时还留着短发的柔美，现在已经重新留长发，看上去更自信也更美了。巨熊有好多话想说，但柔美就是不给他机会。他直接拿出了要卖的二手锅，他们谈好的价格是11万5千韩元。尽管巨熊手头紧张，他还是掏出了12万韩元，并且说不用找零。柔美却不顾他的推辞，似乎是要彻底划清界限，把5千韩元放在箱子上。看着柔美决然的背影，巨熊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比当初分手还尴尬。其实柔美并没有巨熊想的那么洒脱。在去男友家过圣诞节的路上，柔美一直在想巨熊那憔悴的样子，会不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就在这时，他才发现巨熊的公司早就倒闭了。而在巨熊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他却没能陪在他身边。柔美心里很不是滋味，转身就走，是不是太绝情了？是不是应该对巨熊说声圣诞快乐？芭比还不知道女友见了前任，她正开心地为柔美准备圣诞晚餐。但柔美见了前任后心情全无，她满脑子都是巨熊的事。巨熊同样在想念柔美。分手时他说自己签了大公司，说想要专注事业，不想结婚。其实这都是他骗柔美的，他不想让柔美跟着一起吃苦。分手后他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欠了一大堆债，夜夜失眠。他好几次都想给柔美打电话，却怕一听到声音就泪流满面。他的自尊让他选择了孤独。可是重逢之后，柔美的一声圣诞祝福彻底击溃了他的自尊。他还是想跟柔美复合。柔美听到短信提示音，以为是爸爸发的短信，让芭比帮忙看一下。柔美看向芭比时又心虚又愧疚，她还沉浸在做晚餐的快乐中，仿佛不知道那是她前任发来约见面的短信。柔美不想让芭比难过，但她又担心巨熊在冰天雪地中一直在等她。芭比其实知道是巨熊发的短信，但她心里盼望柔美会选择自己。芭比既绅士又大方，给了巨熊和柔美相处的时间。她相信只要对柔美完全信任，前任就无法影响到什么。巨熊看到柔美出现时，眼睛一亮，
她不顾一切的想要挽回柔美。柔美对巨熊坦白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让巨熊不知所措。他心里突然感觉一阵心痛，这时他才明白，柔美见他只是为了告别。门铃清脆地响了，那是爱情中最美的旋律。芭比心里明白了，她的心上人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女孩和男友的吻别般难舍难分。忽然门铃响了，半夜里这会是谁呢？柔美一见到爸爸就慌了，如果让爸爸知道了，男友这么晚还在这里，爸爸肯定会误会。果然，爸爸一见到男友就脸色大变。虽然他心里一直在告诉自己，柔美已经长大了，但看到自家的尖儿被别人抢走，还是让他心里不痛快。握手时，他用尽了全力，仿佛要将男友的右手捏碎。幸亏柔美善良的妈妈及时出面打断。柔美的妈妈觉得男友又帅又有风度，做事又认真又细心，对他非常满意。回到家，她还忍不住夸奖柔美的眼光，但她也对男友的家庭背景很好奇，看男友的气质，总觉得他可能是个富家公子。柔美却不相信男友是什么富家公子。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听到男友在电话中说自己不想继承家业。柔美吓了一跳，她记起之前见过男友和他爸爸的合照，感觉他确实出自名门望族。欧美觉得自己和男友的家世悬殊太大，这样的恋情怎么可能持久？她决定试试网上流行的奶盖测试，看看男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钱。据说只有真正的富人才不会舔酸奶盖。没想到男友毫不犹豫就扔了奶盖。柔美心里忐忑，决定直接问清楚。男友说肚子饿了，要去买点东西吃，留下柔美一个人坐立不安。他甚至幻想了一场给你500万逃离我儿子的狗血剧情。柔美心里乱成一团，难道和芭比的爱情就此结束吗？这时芭比带着年糕回来了，看到年糕的包装袋，柔美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那家年糕店的继承人。不久之后，芭比被调到济州岛的分公司去了，这让柔美感到很焦虑。周围的人都在升职加薪，而她的写作却一点进展都没有。第8次投稿又被拒，柔美彻底失去了自信。或许她真的没有写作天赋。和芭比视频的时候，柔美刻意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她不想让芭比看出她的忧虑，毕竟明天他们就要久违的重逢了。但芭比一看到柔美，立刻就察觉到她并不真心快乐。她知道这次投稿的事，柔美虽然嘴上不在乎，但实际上一直很期待。芭比温柔地安慰她，让柔美眼眶不禁红了。就在这时，她收到了出版社的短信，她的作品虽然没被选中，但编者非常喜欢，他们想要将其出版。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和激动，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她非常感谢芭比，是她点燃了柔美的写作梦想。每次落选后都是她在鼓励柔美，甚至还帮她修改稿件。柔美毫不犹豫地吻了芭比，她把冰冷的手放进芭比的口袋，手拿出来时多了一个戒指。后来柔美才明白，越完美的人或事，越容易受到伤害。不久前，柔美亲眼目睹一个女孩从男友车里走下来，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罗美心里直觉有事，但芭比之前提过，她公司新来了一个实习生，恰好和她住在一个小区，平常上班常常碰面，那人还得换2次公交。芭比觉得不理不睬也不是办法，所以每天上下班都顺道捎带她一程。只是柔美没想到，芭比提到的那个实习生竟然是个甜美开朗的女孩，她心里不由得有些不安。这份不安在她看到女孩和芭比一起开怀大笑吃烤肉时变得更加强烈。柔美故意表现得很大方，留她一起吃饭。多恩却很懂事地说，他只是来送炭火，有事先走了。但下次见面，多恩竟然穿着芭比车上的备用外套。柔美心里醋意大发，虽然她知道这是芭比的绅士举止，芭比在路上碰到穿得单薄的多恩，便慷慨地借给她外套，但她心里还是感到不舒服。所以尽管芭比对甜美可爱的多恩无动于衷，多恩第一次跟她说话时，她甚至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那时多恩已经被芭比在工作上的沉稳成熟以及生活中的帅气性感深深吸引。听说芭比会顺路送她，她开心的心脏都快要爆炸了。但她也很清楚，芭比这样完美的男人简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因为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还经常在公司里夸赞柔美。多恩不想越轨，更不想介入他们的感情，所以决定辞职去釜山。出发的那天，他偶然遇到了芭比，心动和不舍交织，忍不住向她表白了。但人的感情真是奇妙，明明之前芭比对多恩无动于衷，听到表白后，芭比坚定的内心突然有了波动。她想起多恩笑起来的模样特别可爱，总是那么充满活力，工作勤快又认真。但她清楚自己真正爱的是柔美，一天不见就想念，知道她工作上受了委屈，虽然不在她身边，也会买很多甜点来哄她开心。对于多恩，不过是一段不那么重要的插曲。圣诞夜，柔美想和芭比一起庆祝，但她到了才知道芭比准备搬家。她说那里离公司太远，想换一个离公司近的公寓。
但他之前明明很喜欢开车兜风，这是他一天中的小幸福。难道是因为多恩辞职了，没有人陪他兜风？柔美不愿意说。他把家里布置得很用心，还买了蛋糕准备庆祝。但回家路上偶遇了放假回来的多恩。多恩说他最近放假，正好回来看看。可聊天时，他心虚的不敢和柔美对视。得知多恩向芭比表白后，柔美感觉像是掉进了冰窟窿。她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芭比买了一束鲜花，兴高采烈的想送给柔美，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柔美。芭比感到一阵莫名的焦虑，她不断的寻找柔美，最后在一家咖啡厅里找到了她。柔美从芭比的沉默中察觉到了真相，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一刻，她深感对芭比失望。明明两人刚度过了甜蜜的1周年，芭比还一直说她爱他，那为什么她还会对别人心动？柔美竭尽全力想挽留他，尽管对多恩有所动摇，芭比还是决定搬家。她要远离诱惑，因为她爱的是柔美，她绝不想和柔美分手。旁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居然在路边遇到了2年前的前任，心里一片混乱。当年创业失败一贫如洗时，他提出了分手。现在他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他想在柔美面前好好炫耀一番，向她展示自己现在的成功。他故意展示自己手腕上的名表，还不经意地靠在他的豪车上。柔美看着不禁偷笑，巨熊还是那么简单易懂。他只好顺势赞了一下巨熊的豪车。其实他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他，知道他目前开发的游戏很受欢迎。巨熊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回想起创业初期柔美一直在他身边支持他，现在虽然事业有成，但他却永远失去了柔美。得知柔美成为了小说家后，巨熊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那时候他们还在一起，他总是称赞柔美的写作天赋，没想到这话竟然成真了。世界总在不断变化，柔美终于实现了成为作家的梦想，而他也事业有成，甚至可以买下柔美所有的书。但2年前，当巨熊得知柔美有了男友，他默默发誓再也不和柔美有任何关系。他终于熬过了那段痛苦的失恋期，绝不能因为偶遇柔美就前功尽弃。他决定避开一切与柔美相关的事物，首先是换掉那个与柔美合作过的插画师。没想到那人却说，柔美和她男友几个月前已分手，现在是单身。听到这消息，巨熊感觉自己心头的伤疤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他又有机会去追求柔美。巨熊注册了很多小号，在柔美的作品下变招法夸奖她，满嘴的甜言蜜语，让柔美忍不住笑出声。就在这时，柔美接到了一位前同事的电话，前同事告诉她，芭比已从济州岛的公司调回首尔，因为芭比现在住的地方离柔美很近，担心他们不小心碰面，所以特意打电话提醒柔美。柔美心里一阵混乱，偶遇芭比确实会很尴尬，但她不想因为一个前任就刻意避开，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虽然柔美常去芭比经常出没的地方，但他们一次也没有碰面。这一天，柔美决定去芭比常去的那家咖啡店，心里还是有点犹豫，要是偶然碰到怎么办？总感觉越不想打扮的时候，就越容易遇见前男友。但她转念一想，今天毕竟是工作日，只要避开芭比下班的时间，他们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0。柔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就在这时，她突然闻到一阵熟悉的香气。柔美犹豫地回头，没想到真的遇到了芭比。她还是像对待一般朋友那样，礼貌地打了声招呼就匆匆告别。分手后，芭比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也曾偶遇过多恩，却连句话都没说。她觉得自己因为一时的动摇失去了爱人，真是太傻了。那些美丽的海岸和夕阳，现在看来全都失去了意义。如果芭比一直留在首尔总部，或许他们就不会分手。这样想着，芭比又回到了首尔。为了不让柔美感到不自在，她刻意避开了可能见到柔美的地方。她的心越来越明白，如果再次遇到柔美，她要对她说些什么。这一刻，柔美显得很坚强，她的伪装被芭比完全看穿。分手的不舍和留恋，最终变成了泪水。她撒娇似的带着泪水，柔美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芭比是她真心付出爱情的人，她真的不想和芭比分开。芭比同时感到心疼和愧疚，她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柔美受伤害。虽然复合很简单，但要恢复到从前的关系却很难。这也是柔美第一次体验这种分手后又重归于好的复杂感情。他们像以前那样约会，但不知为何，她心里始终感到尴尬，可能是因为好久没见面的缘故。柔美这样安慰自己。第二天，柔美和一个插画师讨论合作，意外地遇见了前男友巨熊。她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偶然，肯定是插画师故意的。尽管他已经和芭比和解，虽然他暂时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但他觉得应该告诉巨熊。而巨熊还在期待着。巨熊邀请柔美晚上一起吃饭。巨熊听后简直不敢相信，柔美难道是傻瓜吗？这世上男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和前任复合呢？巨熊愤怒到几乎失控，
既然柔美不能和他复合，他觉得柔美也不应该和芭比复合，但他还是忍住了眼泪，抑制住心中的不满，祝福柔美能幸福。他决定还是送柔美最后一程，但柔美为了避嫌选择了打车，这样一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送柔美了。柔美给芭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一个朋友骨折需要去医院，他的约会可能会迟到。当芭比听说那人是巨熊时，芭比的心沉了下来。虽然柔美解释说他们只是因工作偶然相遇，但他心里还是感到不踏实。巨熊觉得自己太没面子了，也不想耽误柔美的晚间约会。卡巴我也感觉很不自在。正当这时，他发现巨熊的衬衫被撕裂了，可能是刚才摔倒时撕破的。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笨拙又可爱，让人忍不住想要照顾他。过去的恋爱回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时柔美生病，巨熊急忙抱着她去了医院，还细心地为她买了换洗衣服。现在他不忍心让巨熊这么狼狈地回家。柔美买衣服时才发现自己忘带手机，巨群看到了想把手机拿给他，偏偏这时碰到了芭比。芭比的话中带着挑衅，他居然还能说出口。去年圣诞夜是谁让柔美出来见面的？他那时候还算是绅士，给了他们空间。再说柔美现在是他的女朋友，不需要别人来评价柔美。芭比一改往日绅士态，全面开战。芭比的话像剑一样刺痛巨熊，他的脸色都变了。他虽在感情上失利，但作为上市公司的总裁，压一个食品公司的小组长，还是轻而易举的事。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两人看样子就要动手。这时柔美回来了，她因为忘带手机没买到衣服。芭比不想再纠缠，脱下外套准备给巨熊。谁会想穿情敌的外套呢？巨熊宁愿死也不屈服。两人在柔美面前又要动手了。柔美急忙保护芭比。此刻芭比在他心中最重要，他不想让芭比受到伤害。看着柔美和芭比远去的背影，巨熊突然意识到真相，他和柔美之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现在他们连朋友都不是了。柔美曾听人说过，分手后又复合是最难维持的恋爱。和芭比复合之后，他深有体会这话的真谛。每次看到芭比带着他们1周年的情侣见，柔美并不觉得甜蜜，反而感到很有压力。芭比不想让柔美感到有任何压力。第二天，芭比打电话约柔美晚上一起吃饭。柔美听到芭比那性感的声音，她的心莫名其妙地动了。爱情的甜蜜让柔美充满活力，她特意戴上了情侣戒指，希望能用全新的态度去面对芭比。她努力转移话题，开始谈论她为芭比下周生日准备的野餐计划。但芭比下周要去美国出差，无法和柔美一起庆祝生日。柔美心里感到失落。分手后重新在一起，他们总是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对方的表情，没有人真的快乐。芭比出差的那天，柔美特意早早地设了闹钟，起床后才发现芭比留言说她怕打扰她睡觉，决定自己去机场。这一刻，柔美感到了预料中的伤心和失望。她让芭比到了目的地后给她回电话，芭比却不到2分钟就挂断了。接下来几天，芭比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少，回信息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每次都说是在开会或者忙别的。柔美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她猜想芭比是不是变心了，想要分手却不知如何开口，所以才找了这么多借口。但到了芭比生日那天，柔美还是精心挑选了一个蛋糕，她想通过视频给她唱生日歌，结果芭比却不接电话，她说自己在陪上司应酬。芭比礼貌而冷淡地回了消息，这让柔美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她不想这样和芭比继续相处，他们需要好好谈谈。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日思夜想的芭比坐在出租车里。柔美难以置信，她不是应该还在美国出差吗？难道她真的有了其他人？柔美心里乱成一团，她一路跟踪芭比。柔美既心疼又愤怒，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芭比竟然没有告诉她，他们这样还算是恋人吗？他们明明都在小心翼翼的试图修补破碎的感情，但为什么最终却把彼此推得越来越远，好像怕柔美会反悔似的。芭比第二天就带着她去见了她的家长，得到长辈们的认可之后，柔美觉得甜蜜无比，她忍不住发照片炫耀自己得到的幸福。当巨熊得知柔美要嫁给芭比，他的眼眶顿时红了。他试图像普通朋友一样祝福柔美，心里却是百感交集。就在这时，柔美突然感到了犹豫。总裁突然收到前女友的结婚请柬，这让他心里一阵颤抖。他忍不住想去前女友的小区走走。他曾和柔美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贫穷但幸福的时光。那时柔美每晚都会在窗边等他。巨熊从回忆中回到现实，看到有人在搬运柔美家的沙发，难道他要搬去婚房了吗？他走进柔美的家，这满屋的回忆让巨熊忍不住想哭。他赶紧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恰好遇到柔美。巨熊觉得有点奇怪，柔美看起来很困惑，他急忙拿出那张自己一直没勇气打开的结婚请柬，才发现原来自己误会了，那其实是柔美同事的婚礼。巨熊连忙掉头回去，这时他才明白，柔美搬家是因为他买了新房，
8个月前，柔美重病，芭比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亲自熬粥，整夜不睡地陪在她身边。就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日子，柔美发现之前和芭比暧昧的同事多恩又开始给她打电话了。他们的分手并不是因为多恩半夜给芭比打电话，也不是因为芭比一直保留着多恩的电话号码。柔美还未开口，眼眶就已泛红，亲自向曾深爱的人说出分手真的太残忍，即将忘记的时刻，直至分手，芭比还一直戴着他们1周年纪念的情侣戒指，而柔美的戒指早已取下。这一次柔美没有再歇斯底里的难过，她依旧像往常一样工作和生活。但在同事婚礼的前一天，柔美发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电脑里保存着她写的60页小说草稿，她在家里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柔美快要崩溃了，她决定先参加完婚礼，再想办法找电脑。与此同时，芭比被调到新加坡的分公司，她正在准备去机场。这时她接到咖啡厅的电话，说柔美的电脑遗留在那里，请她帮忙转交给柔美。芭比本来打算亲自把电脑送给柔美，但是遇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她的飞机即将起飞，无奈之下只能将电脑寄存在机场的储物柜。不知是因为看到同事的幸福太感人，还是因为芭比的话太温柔，柔美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婚礼一结束，她便火速赶往机场，电脑得以失而复得，柔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芭比的飞机已经起飞，但她还是想对芭比说一声谢谢。芭比的微笑再次让柔美心动，柔美心中虽然有些失落，但仍然给予祝福。事实上，芭比并没有想要交往的人，同事介绍的相亲也从未参加过，她只是明白，有些事情一次的重蹈覆辙就已足够。在一个偶然的日子，柔美发现巨熊桌上堆满了账号，她立刻明白了，原来那些赞美她文章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巨熊发的。那些充满温暖与善意的评论，一直支撑着她走到现在。在路上，她看到巨熊给她发的圣诞祝福，她明白分手只是爱情的结束，但他们的关系却没有变，美好的回忆依然留在心底，支撑着她继续向前。爱情也会在某天再次降临。